总统昨天晚上接受电视台的专访，才说，因为共军现在实力还不到那边，所以还没有攻打台湾。因为实力不到，节目才播出不到8个小时，老共觉得一清早就给你恐怖的 morning call， 宣布围台军演，共军的快速反应，还有我们看到的那5块的狗皮药膏，对我们越锁越紧。总统到底说了什么？他说，投资国防就是投资和平，1.25兆。问题是你要买什么？台湾之盾，细节呢？台湾之盾。如果真的危及到非买不可的话，我们就先问啊，过去我付出去的，你还没到货的，还有7000亿耶，什么概念？有70%的国防预算，你先来呀。如果这些真的够危急，为什么这些东西可以继续拿钱不办事？那我就问1.25兆，你到底急什么呢？好，俊章哥还有报讯的观众朋友，现在看这一次要演习的区域，明天早上8点开始，你看到俊章哥有没有红色的部分呢？就是会有陆海空军、火箭军等兵力的射击区域，所以1、2、3、4、5，当他宣布了这5个地区是火炮试射射击区的同时，俊章哥你看到它为什么还有另外一张绿色的，是7区？为什么这两个？好，我们报讯要跟观众朋友讲清楚了，导播给我们个画面就可以看得清楚了。这1、2、3、4、5是它的导弹或者是火箭炮要试射的区域。可是呢，这1、2、3、4、5、6、7有没有？它这边有7个区域，然后把它画出来哈，3、4、5、6、7，这7个区域呢，则是提醒所有的航空器不要靠近，因为它会有无限高的限制。那为什么？很简单呢，因为很简单，俊章哥你看哦，这个1、2、3、4、5这几区其实是有重叠，但没有重叠就这2个地方，有没有？第4区跟第2区。因为显然这2区它会有不是那么高的火箭炮的试射直接打过来，所以呢，你的相关的飞行器有可能横向被打，而不是从上而下。教官这种了解了哈。好，那这个东西其实基本上我们要怎么看呢？从过往的中国大陆军演到围台，到实弹射击，到围台实弹射击，这4个是不同的强度。我再讲一次，军演常会有军演啊，东南相部东部军区的军演那是军演啊。但是如果今天围台，感觉压力就大了吧？可是围台包含什么？包含军机的操演，包含船舰的逼近，这种感觉虽然不好，但至少他在那边操演嘛。可是如果加实弹呢？如果直接火箭弹或者是导弹直接打过来的时候，那种挑衅跟威胁感觉又更大了。如果不但是打过来，不是只有打在花莲台东海，而是各地周边都打呢？这是4个阶层：军演、围台试射。再来第3个，你要知道它的整个演习的过程当中。除了第1个海峡中线早就已经没有了，好，天天飞机都会飞过去。再来就是围台围住以后压力会很大。第3个是什么？就是我们的12海里的领空领海之外有一个24海的临街区。那以这次来讲的话，俊章哥跟联合利剑有什么不一样？就是它最近的地方已经在临街区里面了，对，已经几乎是12海里领海的范围了。这几垦丁黑的收材、熊丁的收材，以往都没有这样。那以往是怎么样？一张图给所有观众朋友看就知道了。从2022到2024联合利剑 A、联合利剑 B 到现在2025，这个叫做正义使命2025。你看，俊章哥几乎已经把台湾有没有这4个演习全部都围起来了。其实你刚刚讲到这些重点，这一张图其实非常重要。2022跨考这个时候才1年、2年、3年、4年，台湾人嘛跨卡巴比亚啦。我的意思说，你如果要造成人心的震慑。其实效果越来越低，但是大家不要轻忽这一次。我还特别刚刚画到一个重点，刚刚上面这张，也就是说，今天在国境之南这个地方，它已经越锁越紧，离我们到10几海里，你肉眼可以看得到的位置了。对，所以呢，它所画出来的火炮试射区，其实离我们的垦丁已经在临街区以内了。是，那就是极度的压迫跟挑衅，看我们会有什么应对嘛？可是观众们要知道哈，美国卖我们台湾武器，对不对？所以卖武器的时候表示什么？表示你要增加以美谋独啊，与购买军备谋独不能忍。所以2025的正义使者的这个军演就来了。那观众朋友，其实你可以看得出来哈，2024叫联合利剑，那2025叫正义使者，它所用出来是什么？它是盾。所以去年是剑，今年是盾。对，盾是防守这个美感在哪里？那它要防什么哈？那接下来就是《环球时报》对中国大陆的内宣跟老百姓讲，为什么要做这个？因为美国在搞台湾的台独。因为美国要卖武器给台湾，以美谋独，所以呢，我们要把它挡回去。你看，俊相哥，来，81解放军的军徽在这里，这是盾，上面是什么？长城。所以呢，这代表中国的长城之盾。这2个盾，1个、2个有没有？分别掐在台湾的东北跟
东南的海域，这边是巴士海峡，这边是北部的宫古跟这个东北边。但我要先跟大家讲，我把它讲完以后再回过头来对应一下，发现说这个其实是唯一空的地方，可是把它插在那边。那插在那边干什么呢？他有特别想到，这不是我自己脑补是因为环球时报有对内宣传讲，有没有发现这个盾？它是长城的81解放军军徽之盾，而且这个盾呢下面是尖的，所以这个盾可以攻击，只要拿起盾来，直接重挫下去以后，可以斩断所有美国对台湾搞台独的意图。所以怎么办？盾下来以后，你看到这个是美国的运输机啊，再看清楚一点，飞过来以后还有回转，咻，我会不会等起来？我被挡住了，我就走，有没有？飞机飞过来，好，你要不要藏武器？来了以后，盾挡起来。登 K， 再来，你要运输海马式火箭炮用船有没有？来了以后，这个盾先登 K， 好，再把它挡回去。再来呢，他这边仔细看，我一开始我还没看见哦，你有没有看到这里？这里还有潜水艇。他说呢，美国的潜水艇也在这里，直接被这个盾给斩断了。所以所有外来要干涉必亡。所有的这个谋独宵小必毙，所有的这个中国之盾来了以后，美国的所有的军品，你想来到台湾，通通没修把它挡回去。可我刚刚有讲了，就像哥，我们倒回来看一下，他讲东北方这边插下来，这一次其实基本上他整个围住就是控了东北这一块啊。所以其实说实在的，一天的军演，我们也已经有经历了好几次了。那民众一定会觉得难过，会觉得担心，两岸是不是兵凶战危？确实是。可是以现在目前状况来看的话，中国大陆每一年应该都会有，去年是2024联合利剑，今年叫2025正义使者，然后加上一个盾。其实这种状况会持续下去，大家要做好心理准备。好，我刚刚讲完，我听完我就4个字，他要干嘛？就是关门放狗，让你美日的驰援进不来，让美国从南方菲律宾方向要来驰援，你都进不来，那台湾怎么办？我们要自立自强啊！所以总统在昨天的专访里面，他特别提到了一句话：投资国防就是投资和平。后公稿界的收窄，我想跟我们好好来探究1.25兆。最近大家都在炒这个，问题是你给出一个空白支票，要买什么？你只有给我4个字叫台湾之盾，我怎么知道你要买什么？如果真的够为急，我付出去的7000亿，你还没到货的，先来才对啊！你耍搞啊，共攀呐呢？其实你在讲到军购的时候，因为相对复杂，所以呢，观众朋友没有办法用很简单的时间跟大家讲清楚。可是刚刚军购是讲，它是分2个部分。第一个就是说，赖清德总统他想要所跟美国购买的8年1.25兆400亿美金的这个所谓的国防特别这个军购是。那这个东西呢，是未来还没有发生的事情。F-16B 是我们已经付钱付了6000多亿。几弄虎处理啊，这是2个不同的军购，一个是未来式，一个是完成式。可是完成式呢，还没看到货，这个要分开来讲。第二，今天看到赖清德总统跑去接受红衣哥的专访，他们跑去哪里？俊阳哥，他跑去209兵工厂啊。为什么去那里？因为这个就是元首中华民国3军统帅，总统每一次在反斩首计划的时候，俊阳哥跟我们讲一下，哇，从总统府后面。这是元首的反斩首座车，所以我知道了。对，这个是在南投的这个最顶级的这个叫做保修厂、兵工厂做出来的这个云豹甲车，8轮云豹装甲车。我们中华民国3军统帅在真的进到战时的时候，他会立刻进到就坐这种对，就是这个车。所以呢，今天赖总为什么要去，就是因为这样。第二个，他让你看到说我们本身有制造这个8轮云豹装甲车的能力之外。他在访谈的过程当中释出了几个讯息：第一个，绝不投降；第二个，会努力厚植国防；第三个，不希望战争发生；第四个，我们要跟美国购买军购。所以他讲，投资国防就是投资和平。好，那观众朋友刚刚所讲的那个演习，跟赖清德总统讲话，观众朋友会问啊，我看你是不是总统大嘴巴啊？有没有？他说中国基本上没有办法达到这个标准，他没有办法动我们啊。这个人家马上就动了，你个超美朗给刚干嘛呢？对，那大家一定会讲说，总统最好不要讲这些话。是，但是我要跟大家报告一个军演的这个发动，不会是昨天不爽，今天就打，它需要一段的时间。那这时间点也太敏感了，昨天晚上才播出，早上就给你宣布。那我要跟大家讲现在已经12月20几号，剩没几天了。我认为观众们，我认为。解放军的2025年那个军演，在高市早苗首相日本首相讲了那个话之后，他就觉得要有所动作了。美国又卖武器给台湾，不得不有动作。所以2025年的军演，当然你说对了高市、对了美国军购以及对赖清德总统3合1都有没有错？但是这个目前这样的状况，只要我们不放弃继续厚植我们的军备，一定就会继续发生。那我问你啊，因为你刚刚提到这个东西，大家其实也理解了。先不要去讲1.25兆，我们就来讲讲看，如果厚植军力才是物是敌之不来，事无有以待之。有啊，我全民国防钱也给你砸下去了，我买的F-16V
你也收了我7000亿了，为什么你还要我等3年呢？所以常常在5、7方新闻，我都跟观众朋友讲哦，闲货才是买货人。我很不喜欢看到支持军购了就通通都不要质疑，反对军购就通通都说不要买，那我们怎么办呢？所以你又要买，又要能够挑出不满的地方，我觉得这才是我们应该有的态度。刚刚江哥问的问题，就是现在目前台湾国人普遍最不满的一点，钱已经付出去了6000多亿呢，快要7000亿呢 ，F-16V 底加。这是我们台湾急需要的空中战力，对不对？对。那来了没有？就像哥来了没有？没有，还没来。对。那照理讲，这个已经2025应该要来啦。是。可为什么没有来？好，美国的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我还去看哦，他没有解释。他说2个原因，第一个，疫情之后生产线受影响，再加上有罢工。哦，他们这个有一些里面的人，你走丢了，疫情已经2023搞，那你给我看拖疫情，所以就说原本我们要给他前面几年整个都 shut down 下来，全都收了，然后再加上说世界上各国的需求，那很多东西每一个环节，包含之前讲的啊，你去买那个有没有所谓的炸药啊，或是什么这个子弹的底火等等都会被检视，也应该被检视。国防部应该说明，我们在录影的同时啊，就像哥，我都还在看，刚刚开录前我再看了一次，国防部还没有说明的是联合报点出了一点，就说我们现在有一个。跟美国买的7600万发的子弹，总共15亿，我们要买7600万发。但是等一下，这子弹我们台湾自己能不能做？我们能做，我们能做。高雄不是有一个203还205兵工厂？205兵工厂，205兵工厂嘛。所以我们能做的子弹，为什么你还要跟美国买7600万发，买15亿？我也等国防部的答案。我们国军最常用的5.56公里的步枪子弹，我们是能做的。刚刚俊阳哥讲，以往我们在需求没有那么高，甚至两岸没有那么兵凶战危，20年前的时候，我们都还可以做去卖给美国。对，那现在为什么回过头来去跟美国买子弹？这个国防部必须跟国人说明。我觉得，因为两岸已经是目前兵凶战危了，那对于国防的需求，很多国人是支持，但也有一些人有质疑的时候，国防部更应该每一个环节，包括我刚刚讲的。F-16B 到底什么时候来？对不对？你来了以后，那什么时候可以到货？你要不断不厌其烦的跟民众说明。你说子弹为什么是这样？先前所讲的那几样有没有？茶叶啦，或者是买那个炸药也是一样，要说明清楚，否则后置国防的过程当中，如果跟先前发展绿电一样，发展绿电 OK 啊，可是不能发展到有违法乱纪的事情出现，那这样国人就不会去继续支持我们的国防相关的采购。好，杨明你怎么看？哇，老公反应这么快。昨天晚上总统接受专访说，因为他们能力不够，所以不能犯台，他就给你围给你看的，是真的是这样吗？当然不会是单纯的因为赖清德总统怎么说，哪有这么刚好？对，当然不会哦。可是对老共来讲，这一次的检验，第一个我认为例行性的几率很高，第二个也就表示老共跟美国，也就是明年4月的这个川习会，我认为变数已经产生了。杨明，那我问你，因为从今天台股再创新高，你可以看得出投资人闹得惊啊，我又不是被吓大的，那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们，因为他又来贴狗皮药膏了，又把你台湾给团团围住了。这一次的狗皮药膏跟往年裴洛西之后的连续3年4年，我们已经贴到乏了、麻痹了，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俊祥哥，这一次其实它尤其距离我们的垦丁，就是全岛最南端，它的南端的这一块这个狗皮药膏，你说这个狗皮药膏，对它距离最近的地方，距离台湾本岛只有16.87公里。其实非常非常的接近，非常非常的接近，已经贴紧我们的所谓的临海基线。对，那这个距离，老实说是肉眼，你甚至在垦丁最南端是可以看得到的。我可以看它的火光甚至比如说它的舰艇，它的这些所谓的这个超远的状况。所以我说，这个老共当然第一个，他要让你觉得贴得更近；第二个。刚刚俊相哥说股市都没有影响，可是明天有一个变数，什么呢？就是明天因为要做所谓的实弹军演，那这种所谓的实弹这个射击的时候呢，他说不限高他画了很多的区域，他说这些地方要有10个小时的空管，还有海上的管制，那这个对我们的民航会不会造成影响？这个才会变成说造成民众的不便。那如果民众有感，才有可能这个军演才会有一些效果。有没有想过一个国家动不动要绕军队去跟人家秀 muscle， 要去跟人家输赢的国家，居然不敢让他的人民上街去 Happy New Year 跨年倒数？为什么呢？问题就在于他们的内部还不是普通严重，才鼓励人民投入外送拼荷包。外送员要揭竿起义了吗？看看这个现场，居然来了100多个警察。
这个吓死高层了。所以大家很好奇哦，为什么此时此刻中国的解放军突然大规模的宣布要军演？大家觉得时间点，这个很奇怪，怎么会在这个年底的时间点宣布这样的军演情况呢？原来其实其来有自。为什么要其来有自呢？因为大家不要忘记啊，这几个月中国内部的这些军方正在进行大清洗的动作。原本应该要负责整个东部战区的司令呢，突然被换人了。你要知道，东部战区就是负责台湾这个战线的地方，对台打击第一线，对台打击第一线。所以你看这个时间点突然换一个人上来了，换你叫做杨志斌的这个司令上任之后呢，新官上任3把火，想要求表现，想要稳定军心，所以呢势必来一个大军演来稳定他在军中的分量。但你不要忘记啊。为什么说东部战区非常重要？因为你要知道这一次的这个大清洗呢，其实因为整个事情被浮上台面。为什么中国内部的军方的贪渎事情被浮上台面之后呢？大家觉得说，为什么接下来如果包括像火箭军、包括陆军、包括空军、包括海军，如果发生了贪渎问题的话，你接下来对台湾的对台工作、对台的战争工作该怎么执行？所以最后再来看一下红色这行字，这就是关键了。7名的军委委员，这个就是中国最高的7人小组，是7个人只剩4个人，其他3个通通因为贪渎、因为涉贪、因为被取缔，中箭落马。军心能不能稳？军心当然浮动。习近平枪杆子如果握不稳，政权他也甭提了。所以今天你刚刚提到的重点，一定这就是起手式下马威。这个杨志斌对台第一线的东部战区一上去之后，他必须下马威，是下这个马威给习近平派，他稳了，习近平才能稳。但问题这个我们也可以理解，问题是你这边在耀武扬威，对台包围军演，为什么再过3天、过4天要跨年倒数，你不准你的人民上街呢？在转移内部压力嘛，因为你知道，现在中国大陆呢对这各地民怨事情，你要知道，现在中国很多的地方政府是不给民众来办跨年晚会的，甚至连音乐会都不能办哦。这不是很莫名其妙？这个很无害的事情，为什么你也不准？他们怕这些人群聚起来，结果呢，原本应该是好端端的跨年晚会，变成反共的口号，大家互相传来传去，变成反袭潮，会吗？我想很有可能。我可以给大家举个例子哦，你要知道，最近在中国大陆上演一个外送员事件，结果呢引发了大规模的抗争。这个呢是在长沙的外送员原本呢他只是被抗议说，为什么我这小小外送员我进不了这个社区？结果没想到，你看画面上，他突然黄袍加身，但仔细看那个黄袍上面他写了什么字？这是最关键的，上面写了“朕为何不跪”。朕是谁？习近平啊！您摆着是针对习近平而来的，所以一个外送员为什么突然发生了一个大规模的抗争？你说中共难道不紧张吗？好，导播画面继续走这个画面其实导火线非常小到不能再小。外送他当然希望走越少的路越好，我希望我车子电动车嘛，反正也没有噪音，没有污染，我能进到最近的地方。你社区不让我进去，我就火啦。没有想到这么小的事情可以燎原，你就知道原本那个民怨居然可以变成了好像飙车族几百部的这个外送的车子来包围。看了你也惊喜。你刚刚提到了，导播来看这个字，见到朕为何不跪？如果你们胆敢说这个朕就是习近平，你好大的胆子！你敢哪壶不开去提哪壶？你敢去冒犯龙颜？为什么他们什么都豁出去，什么都敢讲？俊哥也不是只有一个人这样做，这个抗议的规模是一群人，甚至上千人，已经开始变得蜂拥起来了。大家的大规模的抗争，这个是中共当局现在最害怕的地方。因为刚刚俊哥也讲到了，这个起因其实非常小，原本这个外送员他骑着电瓶车，但这个社区呢不让他进去，结果没想到呢他火了，住户可以骑电瓶车进去，我外送员居然不行，结果呢引发了阶级对立，加上大家民怨整个烧向了中南海，认为说，这会不会是中共高层的一个压力锅？民众的沸腾怒火已经开始沸腾起来了嘛？所以导播，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地方，它已经不是说过去在群聚的地方，我什么都不喊，我只是人出来，我高举一张像是我手上的白纸，我就是，过去是白纸，连白纸革命，中南海都会怕，是人举一张白纸，他们都不准哦。什么话都没有讲，就沉默的白纸革命，当时都不行，更何况你在叫嚣，你骑车，你包围，他们越来越高涨，所以从2025要结束到2026的开局之年，
中国内部最不缺的是什么？民怨是跟怒火啊！你要知道，连中国党媒现在也出事哦。这个是广西日报，大家觉得广西日报党媒怎么会缺钱？结果呢，突然出现一个抗争画面，什么意思？大家看画面哦，一排的这些建筑工人哦，这些抗议的工人围在广西日报前面。迟迟的不断的叫嚣，但站在前面的是一排的公安跟警察。他们在不爽什么？他们在抗议什么？在欠薪。为什么广西日报欠薪工人这些钱不发给他们啊？他们觉得快过年了，我现在要养家，你不给我薪水，我怎么过？结果呢，这些报社不是派记者出来采访，居然是报一系列的这些保安人员在门口把工人全部通通堵起来。大家觉得很奇怪啊。一个党媒这么大的广西日报，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这个不是铁饭碗，这个已经是永远敲不破的饭碗。党政军以党领政的国家，党最大，你党媒是天王老子，你最有钱的，居然付不出薪水，变老赖。问题严不严重？严重极了。而更严重的问题，还不是你看到的这些，是这里。车市会是2026引爆比房市更大的下一个窟窿吗？对，刚刚看到了，只是表面哦，现在这个才是深水区哦。尤其中国的车市，大家都形容是非常内卷到不行的一个行业。你要知道，现在连港媒都点出说，中国的内需经济非常疲软，而且长期亏损的这些车子企业呢，可能会退出市场哦，大约50家。没有获利的中国这些汽车的制造商正面临到倒闭的压力，这个情况到底有多严重呢？我给大家看数据哦，大家都说，哎呀，中国汽车卖的多好啊，年增多少啊？前11个月哦，中国汽车的营收来到了10兆人民币，年增8.1，看起来产量不错，产量是来到了3109万辆。年增11%，都年增啊，都正向啊，年年高升，怎么了吗？重点在利率，重点在这个利率仅剩下4.4%，你卖了这么多，你赚的钱这么少，你让这些车商怎么活啊？卖越多赚越少。导播再给我看一次刚刚那个汽车坟场，你会觉得，要看几年呐？你这些车都去化不掉吗？今天就要告诉大家更残忍的，何止去化不掉，是越造车越赔，越赔要造越多车，不然你根本周转不出去。是很多的交易怎么办啊？你来看看，我也要问这一些保时捷的车主怎么办呢？对，我们之前有一个报新闻刚才讲说，这个郑州有保时捷的这些车厂倒闭，结果现在呢，现在连贵阳也出现了这个保时捷关店，而且关店还不是什么稀奇的，他最夸张是什么？他连总经理自己绕跑就算了，他还把里面的保时捷的车子通通开走。所以我们讲保时捷那个4S 店啊，无预警一夜倒闭这件事情，从上次我们讲到了旗舰店河南最大的那一间开始遍地开花，北京啦、贵州啦，现在居然出现了贵阳这个情况，总经理自己先绕跑了，那我缴了几十万要买你保时捷的那些人，你活该，你倒霉啊！通通都没有了，所以你看，连总经理都开着他们自己的车直接绕跑，等于是卷款逃跑的概念。他员工过不了年了，他被欠薪，他怎么办？对，所以你看员工怎么办？问题是什么？问题上也不是只有保时捷发生这样的情况了，连 Toyota 成都的 Toyota 也发生这样的情形。什么情形？有民众他订车。花了2万块人民币要订车，结果他后来不想订了，结果后来店员不给他退定金了，他一次之下呢，自己绑着炸药，开着车子直接冲撞这个门市，大家有看到画面？他就开着车子直接撞进了 Toyota 的成都门市，当下造成非常多的玻璃碎片，大家觉得很奇怪，你这个不给退就不给退，为什么有必要发这么大的脾气？来，导播，我们看到这是火光，这个人做了实在是不应该做的事情，自我伤害。还去伤害别人，他这个几乎就是恐怖攻击等级的，把自己变成了移动炸弹，撞进了里面。你要知道里面多少崭新的车子，下一幕你看到了，这些就变成背后的这个残局，翻车现场，通通碎成一地了。大家觉得非常奇怪，这个短短的2万块人民币的定金，有必要搞成这恐怖攻击吗？ 2万块就是差不多8万9万台币，生活是不是已经到了完全一个风吹草动它都会垮的地步了？到底多缺钱？你要想2万块人民币对一般的中国民众来说，哇，这个压力非常大。你要知道，我们刚刚在谈这个哪吒汽车，去年底发生裁员之后呢，他欠薪欠得非常大，欠了6000名员工的薪水。那现在呢，很多员工要跟哪吒汽车要索求啊，你欠我的薪水总该还了吧？你要知道哪吒汽车这一张名片在中国是响叮当的。是我们讲比亚迪，讲很多比亚迪，讲小米。为什么特别讲它？因为就这2家活到现在，要不然当时一路这个电动车大波补，这大补的时候，
这个是造车新势力，怎么也会走到今天、啊？对，你刚没有说，这个画面就是这个哪吒汽车的员工哦，通通挤在他们 CEO 方运舟的门口，不让他出来。哎，除非你给我薪水，否则你别想出这个门。结果没想到，你知道，俊相哥，你知道方运舟多嚣张吗？他直接质问这些员工：你们这是干嘛？活得不耐烦了吗？哎，那员工被呛了之后，他也反向说：我们只是要工资而已啊！你这个什么态度啊？你看看他的嘴脸，今天缺钱的是你们哎。你欠钱还钱是天经地义的事，你两手一摊，我不给你，赖老子何？对，所以员工非常气愤，而且最可恶的是什么？他直接说啊，你要去申报就去申报，听听看现场的声音来。看到没有？你只切一个火种，还钱不还钱，他把你屋顶给掀了。对，所以大家知道为什么会欠这么多？他到底欠了多少？他平均每一个人哦欠10万块人民币，合计我跟你讲6000多人，刚刚2万块就直接开车去撞你的营业所。每一个人欠10万，他不跟你老子拼命啊！对，所以现在合计起来变成欠3亿人民币了。所以你就知道现在中国为什么要急于对台上演这个军演？坦白讲，就是为了转移内部压力。57报新闻的所有好朋友，军相又来了，谢谢大家，是你们的订阅数加持了我们，让我们在4月6号中午过后破100万了。多不容易，你知道每一天晚上9点到11点，他在播的时候，我要盯着直播人数升还是跌。一觉醒来，我要去看有多少人来点阅。一段时间，你们给了我100万的订阅，真的无限感激。最后，我要跟大家瞪眼看，再一次谢谢你们大家，同时请介绍更多好朋友来支持57报新闻。俊相还有优秀的57报新闻团队会继续为大家每一天挖真相。Come on, come on, come on.